探访传统村落，寻觅乡愁涧水。坐落于县城附近山谷地带的晚窑村，村舍依山谷两坡而建，庐江河支流绣球河由西向东从晚窑村穿过，流经县城，归于南盘江。这里依山傍水，山凹毗连，群峰叠翠，有着陶瓷产业生产的悠久历史和丰厚资源。晚窑村村内风光秀美，文化灿烂，民风淳朴，习俗浓郁，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悠久，陶瓷文化保存丰富真实，历史村落典型完整。是以3间6耳下花厅、河苑市居民传统建筑群落保护为基础，依托临古城、近涧水的区位优势，承载涧水紫陶文化、儒家文化的传统村落。晚窑村的建村历史就是涧水紫陶的发展历史。据考古资料显示，涧水县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有泥条盘铸法烧制的陶器制品。诞生于晚窑村的涧水紫陶始于清代道光年间，是在宋代青瓷、元代青花、明代粗陶生产昌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。作为中国4大名陶之一，涧水紫陶的发源地，晚窑村后山丰富的陶土资源，为涧水陶瓷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天然条件。村民朝耕夕陶，龙窑烟起，代代相传，晚窑村因此得名。这个涧水紫陶是涧水人的骄傲，但曾经几时，涧水紫陶曾经作为一种濒危的文化遗产，这个淹没到历史的尘埃当中。那么2000年以后，在各级政府在忠实守望涧水紫陶的工匠人的手里，涧水紫陶获得了新生，开始走上复兴之路。截止2020年，涧水紫陶从业人员已经从原来的200多人到现在的5万多人。现在涧水紫陶已经成为在全国享有名声的优秀的民俗民间工艺。好的，谢谢唐老师的介绍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接着去看一看涧水紫陶和咱们晚窑村的一些故事。好的啊，晚窑村呢有上千年的烧制陶瓷的历史，它是因为烧制陶瓷而得名的一个村落。我们中国4大名陶涧水紫陶这种特殊的烧制技艺就诞生在这个小村落。认识涧水紫陶，应该先从认识龙窑开始。龙窑呢是一种中国有上千年的烧制历史的窑制。那么涧水呢，从宋朝就开始用龙窑烧制陶器了。5血庙龙窑是92米，所以应该说涧水的龙窑是全国第一，这个最长的龙窑保存在涧水。真的是千年窑火，生生不息。晚窑村制作涧水紫陶的工艺距今已有200多年。在此之前，晚窑村已有1000余年成规模烧制陶瓷的历史。晚窑村有些什么独特的民风民俗？这个我们晚窑村嘛，独特的民风民俗就是每年的农历的9月20就晚会嘛，就是附近的村啊，还有乡镇，甚至别个县的那些老人都会来这里祈福嘛，就是。如今随着涧水紫陶的声名鹊起，全国各地文人雅士、商人企业家汇聚于此。经过制陶人手艺的改进，丰富了产品的基础上，涧水紫陶逐步发展成为工艺美术陶，增加了文化内涵，更具有把玩性和收藏价值。星罗棋布的古窑址，充分印证了晚窑村悠久的制陶传统。
如今的晚窑村，一批批民间艺术家和紫陶传承人相继涌现，晚窑村的制陶产业也犹如那生生不息的窑火，代代相传。人间烟火气，最抚凡人心。我是依依，带你走进有一种叫建水的云南生活，共赴村光，寻根民间民俗过往。